顾先生，你好吗？你死就死了吧，你为什么要折腾孩子啊？你就算是回来，你杀了我，你也没有必要祸害他。爹，这怎么回事啊？哪有不还的债呀？没人要你的债。陈当你在京师死了，我一个人把2个孩子抚养大。大的读书好，他要去京师求功名。临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要去寻你的尸骨埋葬。我送他的时候，我莫名的担心，我喘不上气来，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担心什么。现下我知道了，什么他咆哮考场，都是你的局。娘，他是好好看一眼，这就是你死掉了20年的爹。他上辈子姓古。老太太，老太太，我爹他姓李啊，他是城南的李家公子。我娘说他是家道中落入赘来的，爹，是不是呀？所以说，当年在客场上害我的人是你。知道你来京师了，担心你要是真考上，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我换了个身份，又再世投胎做人，血肉分离是人家的要求。娘，你认错人了，他怎么可能是我爹呢？我爹在去考科举的路上已经死了，如今尸骨无存，而他只不过是一个下坠有钱人家的糟老头子，怎么可能是我爹呢？娘，外面风大，别在这儿待了，我带您回去，我陪您回去。来。娘，稳住步子，不怕，有二子在，二子陪着你。爹，爹。娘啊，喝口茶吧。你要相信我说的。我也相信你，但那不是真的。
娘啊，我给您算笔账了。人生不过70年，10年懵懂，10年老弱，这就剩50了。天黑睡觉，真正清醒的时候，最多25年。要再遇上个病啊灾啊，东奔西跑，伤心若狂，真正留给我们开心的日子还有多久啊？何苦为了那些烦恼，再委屈自己呢？杨才，你说他不是你爹的时候，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已经搬走了。有你，有老二，有玉儿，有这么多的人，应该讲，我过的是好日子。咱们过的自然是好日子，多少人家还羡慕不来呢。所以，我不要自欺欺人。几十年的心事，都到了这般岁数，我总可以放下了。去看看吧，跟他讲，我放下了，让他好自为之吧。对喽，您就应该这么想。没事，没事。玉儿，你照顾娘吃点东西，我去看看，看看他们走了没。你来干嘛？你爹呢？你快走，我们不认识你。让他进来吧。你头发呢？我求这儿的方丈帮我剃度，3000烦恼丝，去了也就去了。余生在这吃斋念佛，忏悔罪过。连你这个儿子也不要了。我这一生过去了。是啊，都过去了。后半生留在这儿，吃斋念佛，反正有菩萨保佑。不管之前做了多少造孽的事儿，都不会遭报应。你这笔账算得挺好啊。郭平原，你是来这看笑话的？你以为我想来啊？我娘让我来带句话。这件事儿，她已经放下了。她希望你可以好好活，自己放过自己。你别在这卖弄口舌，这儿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还有一句，就算这满天神佛都可以原谅你，你原谅得了你自己吗？留步！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兵荒马乱，没进考场就被抢得干干净净，病倒在荒野之外，染上失忆，觉得穷如命如草芥，病死了被野狗吃，埋在路上被蝼蚁吃，心灰意冷，直到遇到你娘。李家小姐那时还没出嫁，家务难定，偌大的生意在她自己手里。我跟她做了生平第一次生意，改名换姓，抛妻弃子，像个生来就有钱的人一样，再活一世。我想你们也不会不动心啊！我把我的灵魂卖了，祖宗也卖了。儿子，你生而富贵，这些都是我给你的，是我拿自己还给你的。这天底下所有人都可以嘲笑我、咒骂我，但是你不能。我那时候就想，就算堕入地狱，永世不出，也不能穷下去。我那时候就想，就算堕入地狱，永世不出，也不能穷下去。爹，你跟我说，你娘原谅我了。那我可怜你。爹，爹，爹，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你下山去吧。爹，我们一起下山吧。您不用在乎这些事儿。爹，您看。你和我，咱不是好好的吗？姓古的那个混蛋和那疯婆子，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呀。他就是一个宁古塔的流放犯，一个种茶的泥腿子。
您是李百万呀，您是爹，您是傅家天下的经商魁首，您是朝廷倚重的红顶子的商人，爹，您把这些都忘了。您就是我一个人的爹，行吗，爹？咱们下山吧。欲之未深，岂可猜乎？我不让你跟这姓谷的交往，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孩子，你聪明是聪明，好胜心太强。我留下的这些家产，足够你富裕一生。不要做生意。回京师去，随便干点什么都行。爹，您是让我自个儿回去啊？我现在没有力气迈出这个门了。来到这里，在这个时候是天意，我会死在这儿，世世轮回，变成我地间的泥巴，还债。补偿，赎罪。当年在客场上害我的人，是你。知道你来京师了，担心你要是真考上，那出戏就唱不下去了。你就是觉得我争不过顾平南，你小瞧我。我跟您打个赌，我跟他在生意场上公平的对打。等我把他踩在脚底下，让他一家人都消失的时候，我来接你。
大人，我来跟你做个生意。我就是一小商人，哪儿敢和您做生意？您这是说玩笑话。是我开你的玩笑啊，还是你开我的玩笑啊？我听说你爹归隐出家了，现在你做主。这样吧，你们家在盐场上花了多少钱？2江如数赔给你，你回京城吧。大人，当初是您请我们来的，这票号也是你请我们李家开的。李家在2江地面上投了这么多的钱，你一句回去吧，我们就得乖乖的回去吗？李家的生意也不全是自己个儿的，要想动，您也得先问问旁人。少拿这些大帽子吓唬我。不错，我知道你们李家有6王爷的股本，但是涉及2江民生、朝廷赋税，就是王爷在这儿，我怕他也保不了你。哦，我再提醒你一句，我请的是你爹，可不是你这个小东西。树倒猢狲散，没了你爹，6王爷还能护着你吗？至于2江的生意嘛，跟你们李家没什么关系。既然你爹归隐了，你也就回去吧。啊，好，对了，这套《四库全书》送给你，回去好好的读书明理，什么时候知道怎么做人了，再出来啊。听明白了没有啊？大人，那照您这么说，之前的赌约都不作数了。你还真以为你会赢啊？要不你来看看账？那是因为有你们2江总督府在背后撑着古平原，隐案专卖，那是已经过时的制度。现在还说什么私盐不私盐的话，你要不服也没关系。马上就到了赌赛之期了，你要是输了，就赶紧走吧。啊，别忘了把股权给我留下，别在这丢人。大人回府。这个李沁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他居然派人到我的盐铺来挖人，而且已经挖走了几个干熟的伙计，说是给的钱高出1倍。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就没这么干的事儿！我这里是走完了。涂老伯，现在全国最大的产盐区都有哪几个？全国最大的产盐区有5个：长芦盐区，在乐亭、唐海和塘沽等县区；奉天盐区，那是关外最大的产盐地，但是交通不太方便；还有就是莱州湾产盐区，在山东沿海，那是当年姜太公的封地，也是当年武王灭商之后的齐国旧地；还有就是咱们两淮的盐区，再有就是四川富顺的井盐区。我们铺子现在卖的这个盐，就是两淮和井盐掺在一起的。要是论起味道来，井盐那是略胜一筹。其实我现在有一些不算成熟的想法，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教我。我在想啊，人吃盐总得有个量吧，总不能说1日3餐以盐为食。咱们现在的盐铺已经够多了，多开一间，无非多分走一些利润，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不值得这样做。问题是姓李的都已经打上门来了，他仗着资金雄厚，你开一家，他在你旁边开2家，这便如何是好？难道还要降价吗？打价格战那也是无奈之举，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得赔个干干净净，那就不叫做生意，那纯粹是赌气。况且我也拼不了多久了。哎呀，弄着了。哎呀，没事儿，娘，再让你儿子给我买就行。
月，我来吧。娘还是不肯喝。娘啊，我托人从江宁府给你带了鹅油膏回来，咱们先喝药，喝完药吃膏。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何须哄我？你心里要有什么不痛快，就说与我听。但是这药咱得喝呀。阿南，扶我起来，让我坐一会儿。哎。脸色怎么那么差？你傻了？最近事儿太多了，老二骂我了，说我就不应该带你从家里出来，这样反而是害了你。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当年要不是我执意上京赶考，根本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你做得了主吗？也没有哪个神仙告诉我们啊，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要是知道他一去不回了，那我当初不该让他去，不就没事儿了吗？那现在说这些不没用了吗？这都是命。就算真的有命这个东西，我也要和他争一争。娘啊，您可得好好的活着，将来还要等着抱孙子、抱孙女，还有好长好长的以后呢。你可不能撒手啊！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希望那个人回来看看你？如果是的话，你甭管我心里怎么想，我可以去求他，我可以去给他下跪，去给他磕头，只要你开心，我怎么样都可以。要他回来做什么？我就是这一辈子，我心里面老记挂着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死在哪里？他的尸骨有没有被风吹着、雨淋着？结果你也看见了，人家活得好好的，连信都改了。我这不是被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吗？老大，我这口气吐出来了，我心里面也空落落的了。要是治不好的，就让我这样待着。不行，你不能这么想。那个人改了姓，他连姓也改了。你要等的那个人，在去赶考的路上已经死了，他现在就是一个死人，但我们还好好的活着呢。我们不能让一个死人欺负到头上来吧？是不是？老二，哎，你跟我较哪门子劲呢？
这2天帮我好好照顾老娘，我出趟远门。你去哪儿啊？我去趟金山寺。你是要找他回来啊，还是认贼作父啊？可惜晚了，人家有儿子。你古平原算哪个山上的猴？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从前的事情看够了，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想看。孩子，别叫我孩子。你孩子在山下呢。看到你这么孝顺，我心里很欣慰。那天见到你娘，我就知道了，这个梦该醒了，这个梦装不下去了。这么说什么意思？什么都不想管了是吗？你之前如何害我的，我不想跟你计较。但如今我娘命悬一线，她连药都不肯喝了。做儿女的不知道该怎么劝她。我只希望你可以去看看她，哪怕说1、2句，让她宽心的话，好让她活下去。你娘她怎么讲？她说她终于见到你了，心愿了了，这口活人情儿提不上来了。我跟她讲什么？我该怎么讲？是啊，你好像从来没有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而后悔过。你脸皮真够厚的。我跟我娘说，你不用等他了，他早就已经死了，早在去京城赶考的路上就已经死了。他人死了，心变了。说得好，说得好。
说得好。既然如此，那我祝大师你长命百岁，早登极乐。顾施主，顾谭月，施主。怎么了？子敬，他怎么死的？服毒，他的药随身带着。是他让你来喊我的。他说给你个交代。阿弥陀佛。
哥，怎么这么晚回来啊？娘，你身子好些了？昨晚我梦见他，他站在门口，就那个门口，跟当年走的时候是一样的。背着行囊，提着跨篮，跨篮里面装着笔、墨、砚，还有我给他做的饭团。他对我说：“他说我没考上。”我跟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的儿子有出息了，不比你考上更让人高兴吗？”他说他累了，想去先睡一会儿。我就知道他死了，他还是后悔了。是，他后悔了。他说，他很想回来。我总算是没等错。外面的世界那么多的人色犬马，走错了一回，你还能够回来，这也是好事啊。他是怎么死的？啊，他就是那么死了，没有痛苦。这个我自然知道。你怎么了？我这些天不舒服，昨儿我去瞧大夫，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怀上了。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傻了，玉儿啊，你赶紧回屋去歇着，回头我身体养好了，我帮你照顾孩子啊。嗯，娘说的对，来，我扶你回去。也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你愣着干什么呀？你去问一问，是谁诊的脉？哦，那你。谢谢啊，慢走啊。宝儿，
主驾还礼。大哥，大哥，大哥，你就别傻了，大嫂她都哭晕过好几次了，孩子要出事了怎么办呀？娘啊，我会回得多好啊！主驾还礼。你还没看见我娶媳妇儿呢，娘啊！我怎么不在屋子里多待一会儿？娘睡下的时候，笑眯眯的，她是睡着觉走的。老人说，这是到时候了，不痛苦，是他这辈子积攒的福报。我们做儿女的，得替他高兴。10年流离，10年奔波，都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我好恨！就算我有9头牛的力气，也不能把他从阎王那儿拽回来。他知道自己要做奶奶了，这孩子来的太及时。可得给我好好的，知道？我不许你有病，不许你闹病闹灾的，你和孩子都不能有事。主驾还礼。主驾还礼。少爷，两江总督府的人派人来拜见，您是不是出面回个礼啊？不去，他们请的是老爷子，没请我来两江。六王府的人送来了丧仪，我让账房开了赏钱，用您的名义写了拜帖致谢。还有一些跟着老太爷当年的老掌柜的，想当面请教少爷几句话，少爷有没有空见他？没工夫，他们要请教，让他们到地下找老爷子请教去。还有一件事，有完没完？少爷，您今儿真不能冲我让让。辞呈我已经写好了，过了头七，我回家吃捞米饭，
这是您的江山，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但老爷子的魂儿没走，我不能不尽点责任。我跟了他一辈子，还不想弄个有始无终。古东家那边，老母亲去世了，咱们是不是送个丧仪什么的？老爷子虽然做错了事儿，这个也不是我能说的，但生前他是有后悔的意思，咱们把东西送去，也算给他老人家埋怨了。你倒是挺乖巧。那你觉得老爷子做错了？他要是做错了，就不该入赘到我们李家呀。他要是不入赘，我就不应该出生啊。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让你们这么恨我呀？你还有话说？盐业工会那边，请您过去对账。对账？对什么账？当时您和股东家赌了，以半年为期，现在赌期还有1个月。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顾平原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呀？说话呀！少爷，是我无能。不可能，绝不可能！我砸了这么多钱下去，200家店铺，我闭着眼睛也砸死他了。少爷，不到200家，是188家。若是算上工钱和房钱，一直在亏。一个镇子里是2家盐店，没有这么多。我有你管，赔钱也是我赔。哎，赔是我赔，但是盐的利润总超过他了，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少爷，股东家出了奇招，他开了231家商铺。在两广和两陕用漕运和马队，把长芦盐区的盐、四川的井盐，还有两淮盐场的盐都运过去销售，利润大得很呢。他不能赢，他不能赢。不对呀，不对呀，他是在公开的对抗朝廷的盐政啊！我要上京审告他。少爷，老爷都没了，咱们能靠谁呀？咱们这回是真的输了。哎呦，哎呦，真有你的！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嗯？我们找到了一条从四川可以运盐过来的通道。长芦盐区太平了很多年了，那里盐储备很丰富，盐价又低。山东一带的盐区呢，销售不出本省，可是本省远远消化不了。但是反观像江西、两广、两陕这些地方，他们天然盐储备不足，盐价卖得很高，而他们的吃食呢，又都以腌制品、熏烤类的为主，用盐量很大。既然咱们要开的是盐铺，为什么不往这些地方去开呢？有道理啊。两淮的盐引子盖的那也是大清的章啊，更何况现在分省专卖的禁令已经被取缔了。正所谓行商走天下，拘泥在一个省，未免有些太局限了。我明白了，您这是要带我们做跨省的生意。他李万堂可以跨长江来收购我们的两淮盐场，我这样做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要是早有此等想法，咱们何必跟那个姓李的纠缠这么久呢？这办法
早就有了。他要是不把我往死路上逼，我也不想这样对付他。哎，我这两江总督啊都不想干了，咱俩一块儿发大财去吧。大人，您要是看完就让我回去吧，我家里还办着丧事呢，哪有您这样的？没事儿的，没事儿的。不行，一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回去，给老太太上炷香，老太太还能说我什么？您就是欺负我有本事。哎，姓古的在里头吗？哎呦，这天底下的孝子都上这儿报道来了。李家少爷，你不是过了头七才来吗？大人，我来看账。好，看吧，慢慢看。你给我待着，当差的，有，把门看好喽，把刀磨得快快的。今天一个都不能放走，走可以，把脑袋留下。是。哎，你这个主意啊，我觉着好。前些日子我也上朝廷递了折子，请求修建铁路。只要是货品流通了，行商天下，咱们的人也能富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能过好。这朝廷是准备建个商部，我看商部这个位置，大人，你再说下去，我现在一头撞死。我当这么一个小官，已经把我累得上吐下泻了，您还让我到京城去当官，您不如杀了我好了。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只要帮你做成此事，你就放我回安徽。哎呦，你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这个朝廷不是做生意的朝廷，咱们和洋人不一样。你这个话有见地。不瞒你说，我跟朝廷也一直在说呀，我说咱们不能再抱着孟夫子那一套了，动不动就是什么义利之辩、君子小人之辩，人家现在都拿着枪拿着炮跟咱们做生意了，咱们还傻乎乎的跟人讲孔孟，你说这像话吗？哎，这个商部尚书那可是从一品的大员，你小子要是有福气，过不了几年，跟我平起平坐了。做到您这样的位置又有什么好啊？还不是每天忧虑自己的身家。我自问没这个信心。大人，我就是个没出息的人。那不，你不是。哎，行了，这是后话，现在可以不提。不过，这次整顿盐业工会，你居功甚伟，我准备把盐业工会的股份分给你2成，你不高兴吗？啊，大人啊，胜负未定。怎么着，李家少爷，账本看完了吗？赌期只剩1个月了，你翻不了盘了。大人，我好，没看完也没关系，我已经派人抄了一份账本，送到你们府上去了。头七之前，你慢慢看。过了头七，我去收账。
由彭子远翻来，李先生，你们请。Well, we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ollateral. 在抵押问题上，我们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是对估价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对抵押物本身 ？Estimate value or collateral? No, we have no doubt in the. 我们对于抵押物本身并非存有疑问。李公子拿过来的60几家商铺，我们相信都是收益良好的资产。但是问题在于，里面有太多的官方痕迹。优质资产之所以被称为优质资产的原因，理查德先生来这里的这几年，想必你应该很清楚，在大清没有官方背景的生意，做大了无非是一头没有用的肥猪。我拿出来的这几十家店铺，背后都有官营号的参股，所以拿这些东西作为抵押，最为牢靠，最为可信。When it comes to business, the British Empire has the most. 在生意问题上，大英帝国的态度是最开放的。我们一直认为，商业是无国界行为。我们曾经意图投资中国的盐业、纺织业，甚至包括粮食产业，并且帮助恢复两江的建设。你知道那些狭隘的辫子官员们，他们总是充满恶意的揣测我们会是侵入者。但事实上绝非如此。祥和洋行非常愿意帮助李先生建立你自己的盐业帝国，为此我们可以提供所有的资金，包括资金以外的帮助。什么是资金以外的帮助 ？What do you mean by assistance beyond funding? Assistance beyond the funding refers to the warships and gunboats anchored in the Huangpu River. 资金以外的帮助，就是停在黄浦江上的军舰。让他说重点。Make the point, please. Yes. Let's get back to the point. So, if we provide all necessary funding to Mr. Li, we hope. 如果我们把这笔款放给李先生的话，自然会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和战船去提醒他们，保护了李先生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投资。I will not compromise on this issue. 理查德先生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予让步的。他认为商业的自由开放是不应该设有国界的。By the way, 顺便说一句，理查德先生还想在江宁城开设一家祥和洋行的分号。And I'm be very pleased. 他非常欢喜和总督大人做邻居。我可不愿意跟鬼当邻居。哎，这句不要翻啊。古平原到了吗？派人去找了。 He's asking where the goo is here. 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本都现在无法做主啊。你说李钦已经把两江盐业的1半股份抵押给了你，本都在听到他本人说之前还无法相信。即使本都相信，那么朝廷是否同意将盐业对列国开放，这个本都还得向皇上、皇太后去奏报。所以呢，我建议他还是应该去京师，去总理衙门问问意见。他来之前就知道您会像踢皮球一样把这件事踢到京师去，这是大清官僚的惯常做法。